真的很像你虎看像真是，你看他鼻子，这首歌的。哇，哎，看你们站在这边聊什么这么开心？我们在分享我们小孩子的照片跟 video。对，哇，而且我还要跟佳琪讨教一下妈妈经啊，哎。讨教也要讨教我，他3年，我17年。哦，也是，对呀高手。哎，不过真的是恭喜怎么样你们2位了啊！前阵子我还在看你们在公开那个什么备孕的秘籍。哦，也不是说什么秘籍啦，就是一些科学的备孕法。哎，不然这样，我们人都在啊，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好，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那么其实备孕呢是很多还没有当父母的夫妇呢都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因为这个不但是可以关系到能不能够顺利怀孕，是，也要看这个宝宝未来的健康如何。是，那今天还好好的聊一聊，马上欢迎妇产科顾问医生李佳怡。欢迎医生。是的，还有我们2位艺人嘉宾，哎呦，谢里胡佳琪。哇，还有，怎么介绍你啊？还有，哎，这个网红啊，老婆啦，金娜。欢迎，哇，真的是谢谢你再次上我们这个节目了哈。不过今天你来了，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备孕的心路历程嘛。哇，其实我们备孕一直以来，就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平常睡眠的时间不太稳定，没错。所以我们后来决定真正要备孕的时候，是有开始调整作息啊，然后开始运动啊，然后去看一些中医这样子去调理身体。是，那这个杰里呢？佳琪呢，这个小孩也是3岁了，对不对？3岁了。是，那你在怀孕前你有没有做什么备孕的工作？其实我没有什么做备孕的东西，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因为我给我自己太多心理压力的话，我觉得反而比较不好，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忧郁。OK，是，有些时候呢，你越有那个压力在哦，像变成一个 KPI 哦，是反而越难。对，所以有些时候心态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其实备孕呢，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那在这方面的健康状况啊，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像我们当初就是计划，就是说2024年的下半年，我想要怀孕。对。就很明确的目标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睡眠时间、运动啊，然后等等之类，我们都有去做调整这样子。然后我们还特别看中医，然后我们2位都是有在喝中药。那你有没有做什么检查啊之类的东西？特别的检查也没有啦。是怀孕前有些人会抽血检查什么的，身体检查之类的。没有，可是我之前也没有说去 diagnose that 我是贫血的。OK， 没有就。做这种东西，可是到了怀孕的时候才发现。OK。不过你的经期会有什么不规律的问题吗？我经期一直以来都是不规律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有小孩之前、怀孕之前都不规律，都不规律。反而是生了孩子之后比较规律。OK。那想请问一下医生，就像佳琪这样子，她的那个月经不规律会影响到怀孕吗？月经不规律的确会增加怀孕的难度，因为它往往代表排卵功能异常。而只要找出原因，不要担心，配合上适合的药物或生活上方式调节，很多女性仍然都能够成功的受孕。因为比方说一个人1年。如果她的月经只来3次的话，1年来3次，这就代表她整年受孕的机会也只有那3次。对。而正常情况的话，如果是规律的月经，1个月应该会有1次的月经，所以正常的情况1年应该有12次的受孕机会。可是我听说过有些人他们1年可能超过12次，就是来月经的次数。有吗？有。对，那是不是代表说？次数越多，然后生孩子机会就越大，是这样？这不是对的，因为它月经周期本来是28到35天。OK，如果有一个人在1个月内来过2次以上的月经，这都不是正常的月经，很有可能是不正常的出血。所以如果有不正常的出血，这其实不会增加受孕的机会。那医生，很多女生都有痛经的问题，这个会影响那个怀孕吗？不同类型的痛经对于生育影响差别非常的大。原发性痛经通常在青春期的月经开始就有，而主因是因月经来潮之前的前列腺素过多或敏感，而这会造成子宫强烈的收缩，引起疼痛。而虽然说很痛，但一般都不会影响怀孕。所以继发性
痛经往往有潜在疾病，而这些疾病可能影响输卵管通畅，子宫内膜的环境，影响受精卵着床，导致受孕困难或增加不孕风险。很多人子宫里面都会有肌瘤，对，但这些肌瘤会影响到受孕吗？子宫肌瘤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大概25%的女性都可能有子宫肌瘤，而子宫肌瘤会不会影响受孕，取决于它的大小和位置。所以最长的子宫肌瘤，它的位置如果在子宫的 muscle 里面，一般都不会影响受孕。但是如果它在内膜里有生肌瘤的话，这会造成它的内膜凹凸不平，所以这可能影响胚胎的着床。那如果说那个子宫内膜比较薄的话，会影响吗？所以如果子宫内膜比较薄，一般都不会影响生育，除非是比较少见的宫腔粘连，我们说 Asherman 综合症。但是其实如果子宫内膜太厚的话，这可能影响受孕。对，因为子宫内膜太厚的话，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比如生息肉，或者癌症征兆。对，所以这会对胚胎的着床造成影响。我还听说过高龄产妇啊，她不只会降低她的受孕几率，她会提高她的那个流产的几率，是吗？35岁是高龄产妇的年龄，在35岁以下怀孕是理想的生育年龄。随着年龄增长，怀孕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说在40岁以上，100人当中只可能有5到10位女性能够成功的受孕。也太低了吧？对啊。所以在45岁以上，自然怀孕率是非常低的。更低了。那医生，如果说45岁以上的高龄的孕妇是流产的几率会多大？如果是45岁以上，其实流产的几率高达90%。哇！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备孕这方面要好，有哪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所以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做好孕前准备包括补充叶酸、均匀饮食和适量的活动，还有尽早进行产前检查。对，如果备孕6个月还没有怀上，我们建议尽早求医，让医生协助。OK。好，欢迎林立明医师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啊。是的，欢迎。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就是有没有找过中医师来调理你们的身体？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在找中医师调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痛经很严重的问题，我会痛到比如说站不起来，然后整个脸色苍白都有可能。对啊，我也是有去看中医调理身体的，所以那个时候去看中医都觉得我们2个人很虚身体。那主要是因为我工作，那我太太本身就是因为身体比较寒，然后2个人一起调理，喝中药，大概喝了1年就比较好。那我们当然有介绍朋友，然后那时候他们有些喝3个月或6个月，所以我们越喝越纳闷，就是我们先喝，对，我介绍你去，你3个月就，你们都还没有，我们都还没有，然后介绍你6个月，所以可能是体质的关系，是体质的关系，是体质的关系。不过说到体质我有去看中医啦，中医是说我的体质是属于脾虚，然后气虚因为我给你看我的舌头，你看。齿痕很厉害，齿痕很深，而且你看它中间还一条线，就是脾胃的地方，就是脾不太好。没有为什么他的舌头这么厚？我们讲说，如果你脾胃功能差的话，你的舌头就会胖大，胖大的话，你就会压到那个牙齿，就产生这个齿印。所以当你身体越累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舌头，你的齿印就会越深。你是脾虚气虚，我是。脾虚宫寒，对，它还加上宫寒，就是我们讲说脾胃虚弱的话，如果你脾阳虚的话，也会造成最后也会造成肾阳虚造成的宫寒。是，所以问一下医师是不是不只是女生要看中医男生也要调理是吗？那肯定的。OK， 因为不只是女性，男性的体质也是受孕的一个关键。当然了，所以我们很多在备孕前的至少3个月，3个月对，我们都建议说夫妻双方去通过中医做一个调理。那这种备孕的体质可以分为几种？
备孕体质基本上可以分成9种。OK，那其中临床上最难受孕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然后其次就是气郁体质跟湿热体质。哦，那阳虚体质，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宫寒不孕。哦，像菊它会娜这样对，它会造成那个卵泡它的发育迟缓啊然后不排卵。然后胚胎又着床困难。所以宫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宫寒基本上就是指肾阳不足。那包宫，中医的包宫就包括了子宫、输卵管、卵巢等等的生殖系统。OK。如果说一个女生她是宫寒的，如果她真的怀孕的话，那个小孩在肚子里面会受很大的影响。会受影响，因为有些甚至不能够胎育，就等于说这个小朋友在子宫里面，这个子宫是很寒冷，对，他就不能够长大。那这个宫寒有什么症状吗？其实宫寒基本上你很容易发现，就是说他怕冷，你摸他的手脚冰冷，然后我们讲说他的小腹、他的腰底会寒冷疼痛，都是冷的，都是冷的，所以你看他就是阳气不足嘛，对，所以都是冷的。它包括外来的寒邪，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刚才发觉到一点，就是他们都在穿露脐装。哎呀，讲不听啊！哎呀，你们要备2胎就不要再穿这种衣服了啊！所以寒气就很容易从肚脐里面进去，入侵，然后你吃冷的食物，是对，然后你吹冷气，这个是外来的寒邪。是，不过它也同时包括自身阳气不足而造成内寒，长期熬夜的话，这些都会造成阳气过度的耗损。然后就会直接导致宫寒。早一点睡，让他做就好。对有 baby 怎么早睡呢？对不对？尽力了哈。不是，你要找 baby 也要早睡，你也要早睡。是 baby 睡得越多的话，它长得越好，越强壮。对。那意思，如果身体真的很差的话，怎么调理回来？哇，通常备孕调理，我们都是以3个脏腑为主，那就是肾、脾、肝。OK。那从肾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讲备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滋养肾精。那肾精的充盈，直接的决定卵子跟精子的质量，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建议夫妻双方一起调理。是 OK。那至于脾呢，就是脾胃功能好呢，就可以将这个食物直接的转换成气血。那气血充足就可以滋养全身，是，而且为子宫提供充足的气血去养胎。那至于肝方面，肝气顺畅的话，就可以保证月经规律 ，OK，然后排卵正常。情绪压力是备孕的一大障碍，所以跟肝的关系密切。是，所以除了要自我调节之外，中医师就会根据你的体质情况，辨证分型，就会采取中药、针灸、推拿、拔罐等等，进行个人化的一个综合调理。OK。好的，来要吃蛋了，对不对？来，不止蛋，还有茶饮啊，是什么来着？这个是双寄生鸡蛋茶，用什么食材呢？有这个桑寄生 ，OK， 30克。桑寄生它本身有补肝肾、强筋骨、安胎的作用。鸡蛋 OK 2粒，它有滋阴养血、安胎的作用。OK， 去壳的这个红枣就10颗。OK， 它本身有健脾和胃、养血安神的作用。是。冰糖就少量，冰糖本身就有补中益气的功效。煮法基本上我们就将这个桑寄生用清水浸泡15分钟，好，然后洗干净之后就放在布袋里面 ，OK， 包好，然后跟红枣一起放到这个锅里面去。OK， 然后就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OK， 然后大火煮沸，你就转小火，对，然后煮它45分钟 ，OK， 然后另外一边你就将这个鸡蛋煮熟过客，然后放入锅中 ，OK， 再同煮10分钟，然后再加入这个冰糖。这个是给备孕的，所以你怎么喝？你都拿给我了，我可以，这个男女都可以。对，我以为备孕只给太太的，不是啊，备孕适用的人啦。那什么样的一些症型的人喝最适合？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鼓励这个肾虚型的妇女，她常见她的脸色就萎黄或者是苍白。然后他每次精神跟肢体就觉得疲倦，对，心悸气短，那头晕耳鸣，那腰酸，肚子有下坠感 ，OK， 那大便稀溏，小便清长，或者曾经有流产史。那有哪一些人是不可以喝的？基本上因为我们用了红枣比较滋腻，所以凡是有痰湿、湿热、温热或者积滞
黄疸跟肿胀的人群就不适合饮用。没有冲突哦。你吃那个蛋跟他喝那个茶饮，真的没有冲突。搭配的很奇怪哦，还是很好吃。我没有吃过这样的组合，但是是 match 的，是可以的。我觉得蛮合的。OK， 那么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对不对？我们在网上看到你们分享什么备孕方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其实就是这一本里面，还有一个小本本，对我有个小本本记录了我每一次的排卵的时间。对，就是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粉红色跟紫色的那个是排卵试纸，OK。然后呢，你就是验到2条线的时候，就大概在那一天就是会排卵。对，后面的话有一个绿色的是早孕试纸，就是你当月做功课的时候，你想要提早知道成绩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早孕试纸测一下，就看有没有中。那是从哪里有这样的一个秘籍啊？当然是网络上随便看、随便学。因为现在很多网络资讯嘛，对啊。OK， 你觉得这样从网络看的这种秘方，秘籍，你觉得是会准的吗？合理吗？其实合理吗？有根据吗？是有效的对，只是我们一般不会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做，因为对有些人来说，这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心理压力。我每次听到今天早一点回来，哇，我就实在是压力很大。我们的建议其实会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建议在每周规律同房3到4次，大约88%的夫妻会在1年之内都成功的怀孕。那如果有人要像李腾他们用科学方法来做备孕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想要大大的提升受孕的机会，一定要清楚受孕窗口期 （fertility window）。所以排卵会通常在下次月经来潮前大约12到14天，受孕的黄金时期会在从排卵前5天到排卵当天和隔天，总共就是7天。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建议每2天行房1次，这会提高受孕的几率。比如说我1月1号来月经，所以14号是最佳的时间了。10号开始。10号开始。我也听说过，就是备孕的时候，是不是要开始运动，一直运动？运动是好的，但不能过度运动。因为如果突然间过度运动，可能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过度的运动会大量耗伤这个气血跟肾精，那气血不足就会导致刚才这个医生所说的月经不调。那如果是肾精亏虚的话，就会直接影响精子跟卵子，它的质量就会下降。所以这些都不利于受精卵的着床跟安胎，甚至可以增加早期流产的一个风险。所以运动还是要适当哈。对，不可以过度。是。那在备孕的过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基本上，第一，我们讲你要忌熬夜，不要太过劳累，因为这样的话你会耗气伤精。然后就是忌生冷、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这些都会损伤你的脾胃功能，导致气血不足。接下来就是忌情绪的一个波动，因为情绪波动会导致肝气郁结，就会影响到月经的周期。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自行服用中药。如果你要服中药，最好是找中医师进行辨证论治，没错，不然很多时候会过度的进步，然后吃一些什么人参啊、鹿茸，反而你会导致身体产生那个内热，而且加重这个不孕的风险。在备孕前有没有做什么检查之类的，身体检查还是怎么样？哎呀，你没有的啦，他应该是没有，因为他是就很自然的。对啊。你们2个呢？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检查，但是我刚刚有回想一下，好像你有做了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子宫扫描，就是看说，有没有什么动静问题，是，然后就是都 OK 干净，都没问题这样子。对，那我们去做检查，然后后来就发现到我太太的输卵管有一条阻塞，然后后来阻塞了，然后就去动手术把它通了。对，然后通了之后呢？当然我们也是经过这个中医师的中药调理，然后听了西医的话，然后我们也就终于怀孕了。问一下医生哈，就是西医的角度在备孕前应该可以做什么准备？因为像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孕前做健康检查是可以考虑做，但不是必要做的，因为怀孕的时期有很多测验都会重复再进行。OK，不过有2项检查是比较重要的，一就是地中海贫血筛查 ，OK，以及针对家族史的遗传疾病 OK，但是如果夫妻希望做更全面的检查，可以包括风疹免疫力检查、子宫颈膜片检查和盆腔超声波检查。这个是女性的检查，那男性呢？男性的检查，如果受孕有问题，可以做 sperm analysis。OK， 对，但一般我们不会鼓励每个人都做，有必要才做了，就看到你的这个精子的活跃度啊，它的那个。对，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要备孕了1年都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有去做这个精子，但是发现到医生检查了精子之后，就会说，哇，你健康的精子就是可以让太太怀孕的精子只有3%、4%，然后太太就会讲，你看啊，一直喝咖啡了，你看啊，不要睡觉，是不是很低啊 4%？所以其实不要太担心。我们做 sperm analysis 的时候，都会看很多criteria。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sperm morphology 会变低。OK。所以很多人都有少的 sperm morphology percentage，正常是4%以上。如果是偏低的话，其实不要太担心。成功怀孕的机会还是非常的高。是了解哈，不过在备孕过程中，如果不是那么顺利，还是可以做一个检查了哈，多一份检查，多一份安心嘛。没错。好，那么下一集呢，我们的这个医生还有医师呢，会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哇，爸爸妈妈就是非常关心的怀孕过程，好不好？所以别错过了下一期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期见喽，再见。